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开学第一天，宿舍里就来了一位少爷，他颐指气使地霸占了我刚铺好的床，又吩咐其他室友给他收拾行李，就连内裤都让我们帮他手洗。只是因为我拒绝在小组作业上加上他的名字，他就将我的电脑摔得四分五裂，还叫嚣着说他是校董的儿子，只要他一句话，分分钟就能让我被开除。看着面前嚣张狂傲的张琪，我紧紧捏起拳头，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让校董开除我。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大学开学第一天，我早早去了学校，将自己的床铺收拾干净。有2个室友没一会儿也来了，他们一个叫王卓越，一个叫刘小天。看到我，2人乐呵呵的跟我打了个招呼，他们俩看起来憨厚友善，因此我稍稍安下了心，至少大学4年的宿舍关系应该不用担心了。等我们3个人收拾好，已经是中午了。我注意到宿舍里还有一个空位，还有室友没来啊。听到我的话，王卓越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这个没来的叫张琪，在新生群里他说过自己的身世非常不一般，他可是……砰！王卓越的话还没说完，宿舍门就被从外面踹开，一个男生双手抱臂站在门口，眉宇间全是嫌弃。这宿舍环境也太差了吧！我和其他2个室友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不悦。看到我们，张琪趾高气扬地吩咐：“你把床铺让给我，还有你们去把我楼下的行李搬上来。”看着他这副理所当然的态度，我眉头一皱，这是我刚铺好的床铺，没有理由要让给你吧？听到我居然敢反驳他，张琪脸色一冷，上前2步走到我跟前：“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爸是谁？我选中你的床铺是你的荣幸，赶紧把你的东西拿走，我累了，现在要休息。还有你们，赶紧去给我搬行李啊！”边说他边走向我的床铺，然后鞋也没脱，直接上床。蓝色的床单上瞬间就出现一个鞋印。原本以为美好的大学生活，因为张琪的出现被破坏了个彻底。我忍着心里的怒火，直接将人从我床上扯了下去。谁让你上我的床了？你他妈没完了是吧？张琪被我从床上拉下来后，瞬间暴怒，他一把扯住我的衣领：“你知不知道我爸是校董？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退学？”眼看我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剑拔弩张，其他2个室友赶紧出来打圆场：“大家以后还要在一起生活4年，别伤了和气。”张琪冷笑一声，语气里带着鄙夷：“我跟你们这些普通人不一样，能跟我住在一起，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别给脸不要脸。”眼看我又要跟他发生冲突，室友眼疾手快将我拉了出去，给张琪搬楼下的行李。站在宿舍楼下，刘小天无奈地叹了口气：“博洋，忍忍吧，毕竟他爹是校董，咱们惹不起。这大学4年，只怕难过了。”其他2人认命地给张琪搬起了行李，为了能让他消停，甚至还主动给他铺好床单。全程没动手的张琪这才总算满意，躺在铺好的床上，就开始旁若无人地打游戏。他的游戏瘾很大，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寝室旁若无人地开语音打游戏，有时甚至打到凌晨也不消停。宿舍里其他几个人被他吵得睡不着，也没人敢去跟他说。我本来还试图和他讲道理，可没说2句，他就又搬出了校董爸爸来威胁我。大学的小组作业每2周就有一次，通常是以寝室为单位，但张琪成天沉迷游戏，
小组作业根本没有参与过。眼看截止日期就快到了，张琪伸着懒腰，直接丢下一句：“记得把我的名字加到小组作业上。”他这种做法已经不止一次了，前面2次其他2个室友都无奈同意，这次轮到我做收尾工作，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找上了我。我合上电脑，语气毫无波澜：“这项作业你一点也没有付出，我不可能加你的名字。”听到我这么直白的拒绝，张琪像只暴怒的狮子，一脚踹上了我的椅子。“你他妈能耐啊！我让你加上我的名字！”张琪猝不及防的一脚，险些让我摔倒在地。我也被他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激怒。我凭什么加你的名字？你还真把自己当少爷了？我不是你爸，没理由迁就你。张琪没料到我一点都不怕他笑懂儿子的身份，于是气急败坏地抡起拳头就想往我脸上砸。老子打死你！但我也不是吃素的，一个闪身就躲过，又趁他不注意，一脚将他踢得四肢朝地跪了下去。“你他妈！”跪在地上的张琪没想到自己居然打不过我，他气得浑身发抖，眼睛通红地盯着我。就在我以为他还要跟我比划比划的时候，张琪却突然站起来冲向了我的书桌。“既然你不加我的名字，那你们也别想交作业。”张琪一把拿起我桌上的电脑，然后毫不犹豫地狠狠砸了下去。一声巨响后，我电脑顿时4分5裂。“你神经病啊！”我一把推开张琪，检查地上已经黑了屏的电脑。张琪却满脸得意：“谁让你不加我的名字？你活该！我看到时候交不了作业，你怎么向老师解释？”我被他气得胸口大幅度起伏，咬着牙反问他：“你就算把我电脑砸了，你也没法完成小组作业，还不是照样要被老师记不及格？”谁知张琪却毫不在乎，甚至带着炫耀：“我爸可是校董，老师敢得罪我吗？只有你们这些普通人才会害怕。萧博阳，今天这事儿我记下了，你给我等着吧。”说罢，张琪得意的大摇大摆走了出去，甚至还心情不错的在嘴里哼着小调。看着地上黑屏的电脑和嚣张跋扈的张琪，我在暗地里死死捏了捏拳头。他不放过我，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大能耐。小组作业的吴老师是学校里有名的铁血金刚，他的作业如果不能按时完成，期末想要及格几乎是难如登天。因此班里的同学没人敢在这门课上偷懒。今天上课铃打响，吴老师踩着铃声进来，只是脸色却不甚好看。他一把将教案拍在桌子上，底下的同学噤若寒蝉，不知道他今天是怎么了。吴老师的眼神在下面扫视了一圈：“你们都听说过我的名号，本来以为你们没人敢不交小组作业，但没想到还真有胆子大的。”他这话一出，底下的同学顿时窃窃私语起来：“谁啊？连吴老师的作业都敢不交，这胆子也太大了。”没交作业的人怕是完了。王卓越和刘小天脸色难看，毕竟张琪砸我电脑的事情，他们当天下午就知道了。作业截止日期是下午5点，想要再做一份根本来不及。那些没交作业的同学，还是主动站起来吧，难不成还想让吴老师亲自请你们啊？张琪提高了音量，看向我的眼神里，除了得意，还有看好戏的戏谑。我死死盯着张琪这个显眼包，其他2个室友虽然在不爽，也打算主动承认，希望吴老师看在突发情况的原因下，再给一次机会。但我却一把按住2个室友，气定神闲地稳稳坐在凳子上。看到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张琪气急反笑：萧伯阳，你真不要脸啊！没交作业都不敢承认，你是个男人吗？我不发一语，任由张琪不停地叫嚣，直到讲台上吴老师一拍桌案：你够了！满口污言秽语，这是课堂，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张琪没料到吴老师反而责怪他，当即争论起来：老师，是萧伯阳没交作业在先，你不说他怎么还说我？吴老师扶了扶眼镜，反问道：我什么时候说是萧伯阳没有交作业？你什么意思？他的电脑明明已经被我摔。张琪的话戛然而止，他不可置信地转过身看向我，而我却满面春风的眼含嘲笑，冲他歪了歪头。张琪以为他把我的电脑砸了，就能毁了我们的小组作业，可他没想到我有实时将 PPT 保存到 U 盘的习惯，虽然电脑报废，但我的 U 盘却完好无损。当天下午，我就找了个网吧，将作业交给了学委，这些张琪都毫不知情。吴老师看着讲台上贴着的座位表，他皱起眉头，将眼神落在张琪身上。你就是张琪，你还指控别人没有完成作业，这个班就一个没交作业的，那个人就是你。听到张琪自己没交作业，还倒打别人一耙，同学们看向他的眼神里多了些难以言说的情绪。张琪当然知道自己没完成作业，可他入学1个多月，有关他是校董儿子的身份早就已经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不少辅导员看到他都会礼让3分，所以他才能狗仗人势的认定，哪怕他没交作业，吴老师也不敢把他怎样。你这学期这科成绩不合格。吴老师打开学生成绩表，直接在张琪的名字上打了个叉。张琪傻眼了，毕竟大学挂科不是件小事，他情急之下又搬出了校董。吴老师，我爸是校。吴老师将成绩表放下，打断了他没说完的话。我不管你爸是谁，既然你完成不了我的作业，那就明年重修。说完，他不再管张琪，自顾自地开始讲课。等到下课后，张琪闪身挡在我面前，他眼里带着怒气和怨气。萧伯阳，现在你满意了吗？我背上书包，绕过他，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有完成作业，怨不得别人。背后，张琪气急败坏地冲我的背影咆哮：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同学们，大家静一下，我有件事要跟大家说。班长站在讲台上，将学校举行的一次慈善义行的活动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同学捐款，然后由学校统一资助给偏远山区的孩子。当然了，这是志愿活动，大家捐多捐少没有规定，想要捐款的同学来找我登记。同学们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以在听到是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捐款后，都想略尽绵薄之力。既然是给偏远山区捐款，还是我爸每年都组织的活动，我自然要支持。班长，只是1000块，我全都捐了。张琪将数十张红色毛爷爷拍在班长桌子上，他这举动引得其他捐款的同学一阵感叹，毕竟其他人大多数都是捐个几十块，多的也就100，结果张琪一捐就捐了1000，1000可是不少大学生半个月的饭钱。果然是少爷，出手就是阔绰。咱们这些同学里，也就只有你有这实力。有几个男生跟张琪勾肩搭背，见势立马开始带头鼓掌吹捧。人的本性就是因利而聚，看到张琪豪横的实力，其余的同学不自觉就在心里把他捧上了高位。张琪被众人吹捧得飘飘然，嘚瑟之余，看到了还坐在座位上的我，
想起上次的事，张琪踱步到我面前：“喂，萧伯阳，你捐了多少？”我知道张琪一定不怀好意，于是坦言：“还没捐。”听到我的话，张琪一脸鄙夷，语气里全是震惊：“萧伯阳，你的心肠可真冷酷，居然连10块钱都不愿意捐吗？还是说你穷的连10块都没有？”看我不说话，张琪以为被他说中了，他又开始夸张的大笑。可能我这种吃喝不愁的少爷，实在无法理解你这种低贱的人，为什么连10块钱都拿不出？但是你一毛不拔，就不怕被别人看笑话吗？这样吧，只要你从我胯下钻过去，我就给你1000。你是捐出去还是自己留着，我都不管，怎么样？张琪恶劣地勾着嘴角，1000块应该是你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吧？之前最先吹捧他的那几个男生，此时激动的大叫，起哄着让我忍受胯下之辱。萧伯阳，快钻啊！钻过去你就有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眼神扫过那几个男生，无非就是张琪的一群狗腿子。我和尚书直接推开张琪，冷冷地丢了一句：“无聊。”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谁知却又出了状况。第二天，班长着急忙慌，召集了全班同学。讲台上，班长面色焦急：“同学们，你们谁看见了我抽屉里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这次我们班的捐款，它现在不见了。”听到捐款不见了，底下的同学顿时乱成了一团。毕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班长，你是不是放在哪里忘记了？你要不再找找？我已经找遍了，我周围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找到。既然不是丢失，张琪从位子上站起来，那就是有人偷窃。听到是有人偷钱，底下的讨论就更激烈了。会是谁偷钱呢？张琪清了清嗓子，像是掌握了主动权。那人既然偷钱，就说明他缺钱。他既然选择偷钱，也就不会主动捐款。符合缺钱又没有捐款这2条的。张琪语气里带着暗示，他虽然没有明说，却足够引得众人将怀疑的目光汇聚在我身上。你胡说什么？我没有偷钱。我厌恶地看着张琪，不知道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我又没说是你，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昨天下课后，班长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那就要找找是谁在班长离开后又回了教室。张琪一本正经地分析，但他这话刚说完，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眼镜男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嘴里大喊了一声：“是萧伯阳！昨天张琪付钱让我帮他回教室拿作业，我看见萧伯阳独自一人从教室里出来，看到众人怀疑的眼神，我冷静地自辩：昨天是有同学告诉我，辅导员在教室找我有事情，我才去的。结果到了，发现没有人，我才又回了寝室。”张琪呵呵一笑，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是辅导员找你，就是辅导员找你，那你倒说说是哪个同学叫你来教室的？”我一愣，张琪这话倒问到点子上了。昨天那个同学，我似乎根本就不认识。看到我的表情，张琪更加得意，他示意身后的2个小弟：“既然你不承认，就把你的背包当众翻给我们看，以证清白。”还没等我同意，那2个人就眼疾手快，直接将我的背包倒扣，里面的东西都洒了一地。你们别太过分。找到了。看着从背包里掉出来的牛皮纸信封，我傻了。班长脸上一喜，赶紧清点了钱数：3800，没少。张琪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他虚伪的开口：“萧伯阳，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大可以开口跟我们说，我们也愿意给你捐款。可你怎么能偷钱呢？”同学们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
一个两个纷纷离我远了几步。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他手脚不干净，以后可千万要少跟他接触，要不然不知道会丢些什么。面对流言蜚语，我死死咬住牙齿。我如果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太蠢了。我这是着了张琪的道了。我没有偷钱。张琪暴毙，眼神蔑视地看着我。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就不怕这件事闹到了辅导员那里，轻则记大过，重则可是退学。听他提起辅导员，我陡然清醒，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好啊，那咱们就把辅导员找来。接到我电话后，辅导员匆匆忙忙从办公室赶来，在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眼里满是惊讶。肖博洋同学怎么可能会偷钱？这事情肯定有误会啊！张琪没想到辅导员居然会偏向我，于是急赤白脸的将从我包里搜出来的赃物举到辅导员面前。老师，证据已经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包庇肖博洋呢？他这话引得辅导员脸色一黑。辅导员看了周围显然不相信的同学，直接将一个盖了学校公章的通知公告展示给众人看。这是肖博洋同学为贫困山区儿童捐款5万的嘉奖通知。他能捐5万块钱，怎么会偷这3800？当时我之所以没有去班长那里捐款，是因为我捐的钱数额过大，所以我才直接将这5万块钱交给了辅导员，让他代我转交给学校。学校的公章不会有假。刚刚还自鸣得意，以为能定我罪的张琪，瞬间僵在了原地。之前还怀疑我的同学，更是震惊的说不出一句话。如果大家还是怀疑我，老师，不如您用教师权限，让保安室调出监控，看看到底是谁想要陷害我。我勾着嘴角，冲脸色一白的张琪挑了挑眉。辅导员当然也愿意，但就在他开口前，张琪却突然先开口。他一改刚刚的咄咄逼人，飞快地说：既然钱已经找回来了，那这事儿就算了吧，别麻烦辅导员了。班长，下次你自己注意点，说不定就是你不小心把钱遗落在肖博洋那里的，才整出这么大一场乌龙。莫名被推出来的班长一时哑口无言。张琪脸上的心虚太过于明显，同学们几乎都觉察出了不对劲，加之联想到之前我和张琪就不对付，越来越多的同学懂了其中的弯弯绕绕，原本对我的防备又都转移到了张琪身上。眼看没有成功嫁祸给我，还惹得自己沾了一身骚，张琪眼里对我的怨恨更加浓烈了。小天，这个星期你负责的小组作业，那一部分还没给我呢。小天，室友刘小天坐在椅子上发呆，我喊了2、3遍，他才猛地回过神。啊，好的好的，我等会就把东西发给你。看到他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带着关心的询问他：你最近怎么了？一直都魂不守舍的。刘小天勉强地扯起一抹笑：没有啦，可能是快期末了，考试压力有点大。他这话显然是在敷衍我，但我也懂事的没再追问下去。看我又继续埋头制作 PPT， 刘小天突然再次开口：博洋，你下午来一趟西区的瞭望台，我有事要跟你说。看他表情严肃，我也没有多问，直接就点头应下。吃完午饭，我在约定好的时间赶到了瞭望台。小天，我来了。我推开瞭望台的门，却没看到刘小天。我有些疑惑地绕到瞭望台后面，在这里我才看到他。只是刘小天此刻正张开双臂，站在防护栏上。
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瞳孔一震。刘小天看到我，刘小天面露愧色，随即张开双手向后倒去。对不起，刘小天。我疯了似的冲过去，想要抓住他，可还是晚了一步。我眼睁睁看着刘小天在我面前坠楼，随后就是此起彼伏的尖叫。3层的高楼，好在他摔下去的地方是一片草坪，刘小天经过及时抢救，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到了头，住院观察1个月，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可偏偏在他从医院醒来的第2天，辅导员找上了我。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辅导员脸上带着薄怒，将几张照片拍在我跟前。肖博洋，老师一直以为你是个善良的同学，结果你却霸凌同学，甚至把人推下了瞭望台。你知不知道这是在犯罪？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桌子上的照片，里面正是刘小天跳楼后，我趴在瞭望台的瞬间，我心里觉得好笑。老师，你怎么能靠一张照片就说人是我推下去的？更何况谁能证明是我推的？刘小天能证明。听到这个名字，我愣在了原地，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辅导员恨铁不成钢地敲着桌子。刘小天在醒后亲自指认的你，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现在学校那边的意思是先将你停学观察，你出去吧，回寝室给我好好反省。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后，我行尸走肉般走在学校里，怎么也想不明白刘小天为什么会陷害我。就在我还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时，迎面就撞上了张琪和他的几个狗腿子。哟，这不是杀人犯肖博洋吗？杀了人你怎么还敢出现在学校？他的声音很大，顿时就吸引了一群同学围观。我没有推刘小天，你别瞎说。因为激动，我握着拳往前2步。张琪见势立即装作好怕，但嘴里却依旧喋喋不休。怎么，你还想当着大家的面也把我推下楼吗？我好害怕啊！刘小天跳楼的事情早就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不知道是谁将照片泄露了出去。如今学校论坛里全是有关我霸凌同学的谣言，那些不明原因的围观群众举着手机对我指指点点。他就是肖博洋啊，咱们离他远点，他可是杀人犯，杀人犯还能这么嚣张，真是世风日下。他这种人凭什么跟我们在一个学校？真是晦气。周围同学们指责我的声音越来越大，仅凭一张照片，他们就轻易定了我的罪。肖博洋滚啊！我们不要跟杀人犯做同学，滚开！霸凌咖，滚出我们学校！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朝我扔出了石头，紧接着那些围观的同学1个2个接连朝我扔垃圾。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我虽然心里万般委屈，也还是找了个空子跑出了众人的包围。在逃跑时，我清楚地听到张琪阴很得意的声音：肖博洋，得罪我，这是你应得的下场。我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况且我也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性子。于是我立刻拨通了一个电话，吩咐对面的人给我将这件事查到底。第2天上午，我手里提着果篮来到了刘小天的病房，看到是我，他脸色一白，下意识想将头埋进被子里。别躲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这件事我已经查清了。听到我的话，刘小天呼吸一滞，却还在跟我装傻。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也懒得跟他兜圈子，直接挑明我查到的东西。你的父亲最近查出了癌症，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全都落在了你身上。张琪应该是承诺了你什么好处？
比如支付你爸高额的治疗费用，借此让你来陷害我。刘小天嘴唇一抖，看样子显然是被我说中了。我将手里的调查报告递到他眼前，这里是我对张琪身世的调查结果，不管张琪承诺了你什么，他都没法兑现。刘小天有些狐疑地看着我递来的调查报告，越看脸色越白一分。原来张琪根本就不是什么孝董的儿子，他压根就是一个父母双亡，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他跟孝董唯一的联系就是两人都姓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张琪才虚荣地将自己包装成孝董的儿子。别看他成天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实际上那些不过是人货，甚至连货都是他租的。看到最后，刘小天颤抖着双手，眼泪一滴滴地往下砸。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因为没钱连药都买不起。看着抱头痛哭的刘小天，我心里也一阵心酸。他陷害我固然有错，可我却也没有立场苛责他的全权爱父之心。这半年里，虽然张琪总会时不时找我茬，可刘小天却帮过我不少次，他对我一直都不错。小天，只要你答应帮我作证，我以承销氏继承人的身份跟你保证，你父亲以后的治疗费用和你毕业前所有的学费都由萧氏承担。刘小天震惊地抬头，他磕巴地说：承销氏，那个地产大亨萧氏集团，你是萧氏继承人，那你为什么说起这个？那是因为我爸为了锻炼我，所以跟我立下了约定，让我以普通人的身份读完大学，但这不代表这4年我就能任人欺负。张琪如今已经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我自然不可能再放任他狐假虎威下去。这场孝董儿子的大戏该落幕了。每年元旦，学校里都会举行元旦晚会，每到这时候，就连1年里鲜少出现在学校里的孝董也会出席。而今年元旦晚会开始前，有小道消息传出，说孝董会在今年元旦晚会上当众宣布一个重要的人物。听说那人还跟学校里的同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传言一出，立马就有好事的同学跑去问张琪，问他传言里的那个人是不是他。张琪当然不会放过这种吹嘘自己的机会，虽然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却不妨碍他一口认下。我爸也真是的，当初我都跟他说了，我只想低调地过完大学4年的生活，结果他就是不听。张琪一脸无奈的表情，果不其然，又引起一群同学的羡慕嫉妒。因为张琪的陷害，如今在学校里我成了过街老鼠，于是在停课期间我都住在校外。他之前利用校园论坛污蔑我，我就同样找了水军，大肆在论坛上散布吹捧他的帖子。一时间，他在学校里可谓是风头无两。看着眼线传来他的近况，他果然如我所料，已经被捧得飘飘然了。而我就是要让他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元旦晚会如期而至，这也是刘小天那件事发生后，我第一次回学校。等我刚到礼堂，就撞上了被众人簇拥着的张琪。他满面红光地接受众人的巴结，看到我，他像是很惊喜。好久不见啊，萧博阳，你居然还有脸来参加元旦晚会？这一身衣服。张琪抬着下巴靠近我，随手扯了扯我西服的领带。你今天还打扮得人模狗样，这身西服是拼多多上买的吧？萧博阳，这种破烂还是要少穿，不如让我帮你解决吧。说完，张琪直接将手中的橙汁泼向我，顿时我的白色衬衣就染上了一块刺眼的黄色污渍。
面对他的刁难，我眼神平静，语气里没有半分愤怒。张琪，记住你现在的得意，马上你就笑不出来了。说罢，我转身就往后台走，徒留下张琪在原地冲我叫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各位同学和老师们，今天趁着元旦晚会，我要请出一位特邀来宾，也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有请。校董在致辞后，果然如传言中那样隆重请出特约来宾。有其他班的同学自以为是地欢呼着喊着张琪，张琪，只是令他们失望了。看到是我从幕帘后走出，礼堂立即变得鸦雀无声。这位就是今年元旦晚会的特约来宾，也是给咱们学校捐赠3栋实验楼的承销氏集团继承人肖博洋。大家欢迎。台下的同学没想到我居然还有隐藏身份，一时间几乎是凭借本能在啪啪鼓掌。因为自称是校董的儿子，张琪被刻意安排在了坐席前排。我轻而易举就看到他脸上的震惊和随即而来的惶恐，我的眼神似有若无地落在他身上，然后嘴角勾起了一抹恶劣的笑。看到我的表情，张琪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似乎已经料到后面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掌声停下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校董很抱歉，我们肖氏可能要重新考虑捐赠给贵校3栋实验楼的决定。校董脸色一变，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我就改了主意。肖公子，这怎么突然就变了？是我们学校哪里让你们不满意吗？我摆了摆手，学校的师资当然是顶尖的，只是我指了指衣服上的污渍，随即又示意早已准备好的导播将一段视频投向了礼堂的大屏幕，里面是刘小天的供词。他澄清了对我的污蔑，又说明指使他这么做的是张琪。视频一出，礼堂里的同学顿时窃窃私语起来。张琪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急切地解释：不是这样的，肖博洋，你别污蔑我，一定是你给了他什么好处才收买的他。校董脸色黑如锅底，在我面前他都要伏低作小，结果张琪却在我面前大放厥词。校董一时气急，于是急忙叫人想把他赶下台。等等，我制止了保安的动作。校董，你儿子可不只做了这些。我的话音刚落，屏幕上又出现了一段监控，监控里正是张琪偷偷摸摸将班长书包里的牛皮纸信封放进我书包里的全过程。您的儿子这半年内对我多次诬陷、嫁祸、诽谤，甚至在刚刚还泼了我一身饮料，这样的人品让我很难相信您的作风，自然要重新考虑是否投资。校董看到那些视频，脸色面沉如水，但听到我后面的话却傻眼了。我儿子，肖公子，你误会了吧？我只有一个独子，如今人在国外，这个人我压根不认识啊！什么？张琪居然不是校董的儿子？他一直在骗我们，他是疯了吧？我真的吐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底下的同学怎么也没想到，今晚最大的八卦居然是我和张琪身份的两极反转。舞台上被保安拉住的张琪双腿一软，眼看谎话被揭穿，他一直以来的骄傲瞬间被粉碎。在元旦晚会开始前，在我面前还趾高气扬的张琪，如今却面如菜色，眼里全是恐惧和不安。这么说，张琪，你对外宣称自己是校董的儿子，都是说谎喽？校董虽然人常年不在学校，但也从我和台下同学们的三言两语中，大概拼凑出了张琪传出的谣言。因为一个虚荣自大、谎话连篇的学生，
害得学校白白损失3栋实验室。校董气得额头青筋直跳。既然你不是校董的儿子，那我也不必顾及他的面子。你这半年的账，咱们就好好算算。教唆同学跳楼，诬陷我杀人，偷窃嫁祸，这几条罪名足够学校开除你几百次。谁让你上我的床了？我上，没错没错。这种学生我们学校绝不能留。听到自己要被开除，张琪先是一愣，随后顿时吓得痛哭流涕。他一下子跪在我面前，不复之前的傲气。萧伯阳，不，萧公子，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萧家的少爷，否则我也不敢这么对你。对不起，对不起，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能被开除。看着跪在我面前的张琪，他到现在都没意识到是他行为本身存在问题。他的忏悔只是基于我如今萧氏少爷的身份。我冷漠地往后退了一步，不带一丝心软。张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我帮不了你，也不会原谅你。看我如此无情。张琪绝望地弯下了腰，也许是知道自己注定要被开除，他反而又放声大笑。萧伯阳，你装什么？你不过就是比我有个好出身而已，如果不是这，我一定能玩死你。不就是开除吗？老子走就走。说完，他挣开保安，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狠狠向我吐了口唾沫后，就抬脚准备往外面走。等等，我开口叫住了他。谁告诉你我要放你走了？你以为只是开除吗？张琪，你犯法了！礼堂外突然响起了警笛声，随后就冲进来了一群警察。看到警察，张琪刚刚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戛然而止。他僵硬着脖子，不可置信地问我：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报警抓我？放开我！放开我！我不要坐牢，我不要。至于我凭什么，公安局里警察会告诉他的。看着被押上警车的张琪，憋在我心里头的那口恶气总算吐了出来。后来张琪不仅被学校开除，甚至因为教唆和诬陷，且情节严重，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我最后听说他的消息，还是在毕业2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听班长说，张琪因为没有大学毕业证，又有坐牢的记录，如今只能靠在工地搬砖养活自己。上次见到他时，他早已被生活压弯了几倍，看起来苍老的如同40岁。我听到这些，虽然感觉唏嘘，却并不同情。毕竟人人都该为自己犯过的错承担责任。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